程挺可爱的，啊，耿直又专情的，声也不错。怎么看还是仙道最有魅力。流川枫才是第一男神。三井好看，你三井好看，流川枫最帅。三井好看，不是，流川枫来了。洛枳，大家都在看隔壁的转学生流川枫，你不看吗？洛枳同学，啊，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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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洛枳永远都跟局外人一样。洛枳同学，洛枳同学，你们几个怎么把漫画书带到学校来了？啊！好，站住！一个个的不好好读书，就看什么漫画，这被我逮着了，3星次检查，把这两张都撕下来。没事了，上去。此时的我还不知道，眼前这个搭救我的人，就是我从小记挂着的那个男孩，也是我注定要用一生在人群中追逐的那道光。乐志，到我办公室来。洛枳啊，你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啊！这一次考了884分，这可是上榜的分数啊！哎，你字写的比较好，哎，帮我填一下分数表，然后去复印，家长会的时候要用。分数表在哪？哎，洛枳。这一次你不能写到这儿，你得写到这儿，啊！这一次你不是第一名了，第一名是921.5分，是盛淮南。这个盛淮南优秀，刚从外面转到我们学校，还没搞清情况呢，就拿了个全年级第1，太优秀啊！洛枳，你也别灰心啊，继续努力，争取在期末的时候超过他。哎，洛枳，你怎么会写盛淮南这3个字的？我也不知道，凭直觉吧。哦，直觉，直觉都这么准，你也很优秀啊！好好抄，嗯。
0.6厘米，书写你和我的名字时最好看的间距。好想当一次第1名，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赖振华啊，想要超越文科理科双箭头，我看比登天还难。唉。0.6厘米，成绩公布栏上我跟他的名字之间不变的距离，终于成为我跟他之间最近的，却也是最远的距离。奇怪，怎么系数老是配不平啊？同学，你硫化氢分子式写错了。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岁月的童话》？迪士尼的？不是，里面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一个5年级的女孩在放学的路上被一个暗恋她的男孩给拦住了。男孩红着脸想了老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表白。于是，他就问了女孩一个奇怪的问题：什么问题？晴天、阴天、下雨天，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下雨天。我没问你。总之，女孩害羞地想了想，然后回答：阴天。于是男孩听了特别高兴，笑得很灿烂，回答说：我也是啊。然后就跑开了。完了。完了。好浪漫。为什么？所谓浪漫，不就是没有后来吗？同学，请问你叫……我要回教室了。小心啊，一会儿弄倒的人可得请喝饮料。好嘞。可以。哇，快倒了！哇，快倒了！好险！同学，这肯定倒。帮我叫一下盛淮南。淮南，外头找。盛淮南，
王主任让我给你的报名表。你就是2班的洛枳？你知道我？当然了，每次考试排名你都在我后面，把我追得可紧张了，每次也都不敢松懈，生怕被你给追上。盛淮南，王主任让我把这个报名表给你。谢谢啊。为什么面对他的时候，我连句话都说不好？是我自己让自己变得卑微。盛淮南，这次我一定不会再逃跑，我要站在你面前，堂堂正正地赢你一次。我要你记住我的名字。王主任，我也要报名缅甸学生大使的甄选。啊？同学，帮我叫一下你们班叶展言。谢谢啊。后来才发现他们之间完全竞品。盛淮南找你。淮南。谁向往着自由和天空，却把心事留给树洞。盛淮南，如果这次我赢了，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一双手又莫名的空，你转身竟能带走一夏天的风，眼睛恢宏。王主任，淮南，我想跟您说个事儿。说。这几个月，我通过国际学生交流网，认识了几位非常优秀的缅甸学生，发现他们对于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可以把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艺术文化交流作为这次参访的主轴。
希望学校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代表学校出访。我一定会努力，完成一次成功的国际学生交流。洛枳同学，恭喜你获得了本届振华高中的学生大使代表。可是还有一个同学没有报告呢。盛淮南同学刚刚已经主动弃权，放弃了本次的甄选。我们的青春是否终究会散场？为什么快乐也同时伴随？我拼命努力想要的，你却不屑一顾。盛淮南，为什么要放弃？我找盛淮南。盛淮南去操场。这道题还有这种解法，你太厉害了，淮南，果然是学霸。啊，这道题选这道题你有个步骤错了，所以答案不对，你换个解法。哦，那为什么呢？我就怎么算都算不了。0.6厘米，黑暗中瞳孔的直径，一眨眼便与他遥远。故事讲得好的人，总是知道在哪里结尾，裁剪冗余，留下最好的，直至固步自封，退而节俭。这样，我的秘密就美不胜收。它叫做暗恋，叫做青春，叫做遗憾，叫做见好就收，叫做不老的少年。Had I the heavens embroidered close, enrolled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 the blue and the dim and the dark close, of night and light and half-light, I will spread my clothes under your feet. 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你的名字是刻在我心上的印记，我的天气，我的四季。淮南，谢谢。还是只有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走，我们去你宿舍看看。你不是对宿舍有意见吗？我当然有意见了，你们男生宿舍肯定又脏又臭。但是你放在家里的房子不住，非要搬到学校宿舍来，所以我特别想看看你们男生宿舍到底有什么魅力，那么吸引你。我好不容易才离开家里出来住，肯定要好好体验一下大学生活了，住校才有意思。那我就更得替你把关了，看都哪些人跟你一起住，免得把你带坏了。快走，走。我是住校，又不是混社会，怎么会被带坏呢？哎呀，我不管，快点，走了走了。
这不咱室友吗？是啊，这回人丢大了。走。要不你先回去吧。好，你们这臭袜子和腌酸菜的味道太熏了，真不知道你该怎么住下去。那你收拾好行李告诉我。我先走了。拜拜。你怎么搞的？这手机都已经摔死机了。对不起，我刚刚就是一时手滑，我给你道歉。道歉解决得了问题吗？我告诉你，这手机5800，是我妈给我买的上大学的礼物。如果你修不好它，你就等着赔我一新的吧。不是，哎，你这手机你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吧？你算我便宜点啊！喂，不是什么事儿啊？其他人都不在吗？我不知道。啊，我叫盛淮南，哈尔滨人。我叫张明瑞。运气差是我最大的特长，摔坏了别人5800的手机怎么样？我估计行李我都不用打开了，赔完钱之后直接回老家了。开什么玩笑？好不容易考上了个大学，怎么摔坏了个手机就不读了？可能是因为没钱吧。要不死马当活马医，让我试试。你真的会修吗？这是正版 iPhone。我高中自己偷学过一阵，我的手机都是我自己修的。我高中的时候只有学习，别的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哎，你成绩好吗？你考了多少分高考？705。705？我怎么记得这是今年黑龙江高考理科状元的分数啊？你是理科状元？你是理科状元？我跟高考状元住一个宿舍，真的假的？哎，他们分宿舍的时候是把第1名跟最后1名分一块吗？啊？其实呢，这个手机刚就是因为摔了一下，这个电池跟主板连接处摔松了，所以才开不了机。现在把它摁紧了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哇塞，你太厉害了！抱歉。为了表达我的谢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以后和你不分彼此。你叫我张明瑞，我叫你老盛，好不好？正式一点的介绍，我叫张明瑞，今年18岁，兴趣爱好是打篮球和棒球，没有女朋友，你可以给我介绍。盛淮南，哈尔滨政华高中的。哎，别开张眼，你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好吗？相信我。哎，脱臼了，不会的。哦，张明瑞愿赌服输。哎，美女，吃了吗？吃一口啊！滑板少年滑倒了，拉面洒一身，简直摔炸了！怎么回事？倒了一地了。老盛，我今天太倒霉了。身上怎么一股怪味儿？我今天不知道抽什么风，非跟小八打赌，老师今天上课会不会点名。然后我输了，他就这样，你闻一下。别。啊，对了，我今天碰到了个美女，好像是你们振华高中女学霸，叫骆什么来着？你有印象吗？
大概知道有这么个人，高中文理老跟我并列第一，但是我不认识他，没啥印象。没啥印象。哇塞，这衣服真的太适合你了，美女。我再考虑一下。这样，我帮你把头发散下来，再给你看看效果，好吗？哇，真的特别好看！你这样走在路上，回头率绝对超高的。我要是个男生啊，都忍不住跟你搭讪。那个同学，你是振华2班的洛枳吧？你终于认得我了。当然了，咱们之前不是还一起竞争过缅甸学生大使吗？后来排名表上，你的名字会固定出现在我的名字旁边，就像你现在站在我对面一样。我总感觉你特别眼熟，我们是不是认识很久了？小的时候，在教堂外面，你说让我记着你，说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淮南，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给，雨衣，谢谢。情侣款的。下这么大雨，你还穿裙子跟高跟鞋啊？腿都湿了。这裙子好看吗？我刚买的，特地穿来给你看看。好看吗？好看，这个裙子款式很适合你。我就知道你喜欢。来，快穿上，给哪里？把你帽子。走吧。都说暗恋的人有着无限宽大的胸怀，只要那层暧昧的窗户纸不捅破，就能永远躲在背后骄傲地爱着他。就算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只要能偷偷仰望他的背影，搜集他每个角度的笑容，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我难过的不是他有了女朋友，而是他女友的个性竟和我天差地别。即使和那女孩穿上一样的衣服，我也终究不能成为他。青春是交换的伴手礼，像个性才能说出坚定话语，舍不得让全世界守护我的秘密，人总要学会
我叫江百丽。那个我跟之前的舍友就性格不太合，所以我就搬到你们这儿了。我听老师说了。你好，我叫洛芷，经济系，双修法律。你这么厉害啊！哇，看你是学霸了。我就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只是学一个心理系。你们另外2个人呢？那张床住的是郭小小，她是艺术系的，平时除了打游戏就是往图书馆跑，不经常在寝室。哇，叫什么郭小小？这是动漫迷哎。然后呢？这里住的是李迷，她是历史系的，平时除了学习呢就是打工，所以也经常不在。那看来我来对地方了。你们这个宿舍全都是书，感觉学习氛围特别的浓厚。你们这有没有什么规矩啊？没有什么规矩的，自在就好。好，哦，谢谢。这里是你的床，然后这个是你的书桌。谢谢，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收拾。谢谢。哦，对了，洛芷，洛芷对吧？我们2个人加个微信吧，以后方便联络。我也加一下吧。我叫戈壁，戈壁滩的戈，戈壁滩的壁。你不是还有学生会的事要忙吗？时间快到了，你快去吧啊！我晚上去找你吃饭啊，拜拜。拜拜。把门带上啊。好。哎，洛芷，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男朋友在，是不是让你不舒服了？那，你有男朋友吗？没有。那你有喜欢的人吗？看你这个表情就是有，肯定有喜欢的人，对不对？谁呀谁呀？我们学校的吗？啊，来，有喜欢的人是不是？那我给你算，看，这可是我的宝贝。我跟你说啊，别人找我都算不到的，特别准。来，想着你心里喜欢的人，抽一张牌吧。这是江百丽，我大2的新室友。所谓人来疯，自来熟，说的都是她。不过她也是我最好的闺蜜。原以为我的大学生活就会在追逐盛淮南和拼命学习中单调黯淡的度过，但小神婆江百丽的出现却意外地推动了我们彼此的命运齿轮。我长久的暗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看不出来老盛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了，也看不出来他跟叶展言分手了。我看看。盛淮南前女友，我男神盛淮南又单身了。哼，老盛这回成了单身狗，我们寝室的电话肯定又被一大帮女孩给打爆了。可不是吗？哎，行了，就这个，这怎么解啊？什么呀这是？不是这题怪难吧？会啊，我不知道。哎，行了，下午再说。看不懂。虽然我们分手了，但你不准太快对别人动心，也不准有新的对象，我不允许，也会特别难过。你答应我。梦的开始，时间就盖上了杯，天真夏天，心跳偷偷埋进了座位。你来过谁的3D，又淋湿过谁的眼里？或许你写下了多少谜题，让我在心中不停问自己。最怕老尚，老尚，嘘，干嘛呀？
什么情况？这个世界有多甜，见过平凡的少年，借你的小眼地球转一圈，好把一辈子晕眩。别偷听我的心愿，我想它已经灵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见证孤单的终点。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将未完的语言都实现，锁在日记手写的思念。你发足狂奔，赶来拥抱我的长街。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天高路远，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就让各自去蓝天，悲伤送给诗篇。我明白总有些遗憾只能亏欠，但求这段旅途中找喜悦。感谢你说你很乐意去陪我抵达明天。滴答滴答，你视而不见。滴答滴答，你百看不厌。不好意思。喂，难不成这杯红茶跟你喜欢的那个人有关？哈，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哎，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趁机多接触一下，碰撞出一些什么小火花之类的？你多靠近他一点点，
我就已经很满足。哦天，你这心态也太绝了吧！要我说，青春有限，相爱就要及时。既然有了目标，就要抓紧。想要快速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个你是找对人了。这块业务我收。姐多年经验，亲身传授，包教包会。我也不讹你，思修笔记借我就行了。爱情也是讲究推陈出新的，所以呢，我们要经常刷新升级才行。就比如说这个《恋爱攻克大全》，这本书里面就说，如果你想要接近你喜欢的人，你就要摸清他经常在的地方。你喜欢的这个人，他下课都去哪儿？教室、图书馆、食堂。教室、图书馆，真是学习狂魔吗？该不会他也是个学霸吧？他还是个理科状元。你们两个学霸跟学霸啊！哦，对不起。哎，你喜欢的人该不会是四大男神沈怀丹吧？这当是怀南。没事，就算是男神沈怀南也没关系。10个男学霸，9.9个不会谈恋爱。面对这种涉世未深的纯洁小少年，我们只需要略施小计，一点点小小的套路，分分钟搞定。我们就把他当做目标。好了。同学，请问我可以坐你对面吗？不好意思，同学。哎呀，你说我这头怎么有点晕呢？我要给你讲，你的这本。这位同学，你点的菜看起来特别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几样？卷心菜，卷心菜。你这个，哎呀，不好意思，那个我有纸巾，给你擦。你别误会。百丽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不是故意招惹别人的。美女，又见面了。先走了，宿舍见。哎，洛枳，你是不是生气了？好了，别生气了。你要什么我都补偿你。明天我要帮学生会拍照，白天不用来找我。啊，你们要去哪儿拍啊？我能去吗？那我不去了。那我给你们送饭行吗？我保证不会影响你们工作的，好吗？那行吧，我要吃小笼包加正宗镇江陈醋。好，我晚上就去置办。你先把我衣服松开。不。你应该知道，张明瑞才是喜欢你的人。就因为你好哥们儿喜欢我，你就不能跟我在一起吗？你都跟叶展人分手了，你就答应我吧。沈怀南，把我衣服撒开。哎呀不，对不起啊。洛枳。他记得我的名字。我跟同学有事要聊，不好意思啊。那好吧，那我下次再来找你。原来你还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啊？哦，那我请你喝咖啡吧，谢谢啊。行，走吧。这个杯子挺贵的，买单也不少。但其实，我从小就觉得它不好看。我小的时候去一个阿姨家里做客，也有类似的杯子。有一个小姐姐，她就恐吓我说：“你小心把杯子打破，然后赔不起。”结果我就回复她，完全不知道这个杯子好看在哪里。小姐姐就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难怪有人说人的美感是勉强不来的。这个我同意，不过我那个时候不像你这么有勇气去质疑比我年长的人。你的大一马原选的是老李还是老陈？我选的是陈老的课。你太拘谨了。放心，我跟他也不熟，没工夫跟他打小报告，说你叫他老陈。对了，还没自我介绍，你认识我吗？我认识你。你很优秀，也很有名气，大家都认识你。不过这么逆反的话，你应该早就听腻了吧？我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只不过不常遇见你。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彼此的名字，可是又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不过你真的很有名气，我以前在路上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别人说，看那个是盛淮南，所以我认识你。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在同一个学校3年，无论如何都会有点眼熟，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说上话，比如说公交车上踩了互相一脚，又或者没带钱的时候问眼熟的同学借点儿，再或者去食堂打饭，又或者课间接水不小心洒了对方一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就像你和你的前女友。结账，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你的咖啡，记得不要赖账。我送你回去吧，你住哪幢楼？不用了，我只是顺便出门转转，现在还不想回去。说，谁风中味儿？你问谁呢？啊？后面男。哦，原来网上说边滑滑板边吃泡面那二货就是你啊！就是在家。你俩约会呢？没事，你们约会，我先撤了啊，好好约会。拜，好好约会。不好意思啊，刚才在咖啡厅走神了。没事，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再见。盛淮南。不过这顿咖啡算是我讹来的吧。其实我是有意去解围的。我看见你们在超市门口僵持不下，
就自作主张冒险成英雄了。不过还好你记得我，不然我真的要没面子的去扮花痴去搭讪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在超市门口解决，人来人往的。虽然你很镇定，可是对那个女孩不好。就算她再冲动，再不介意，可是那么多人看着，以后想起来还是会后悔的。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告诫你什么，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出现的原因，希望你别介意。谢谢。不用谢，是你自己激励，一看就是多次实战的累积。高中的时候我只知道你的名字，却没有认识你，挺可惜的。现在认识了，应该就不可惜了吧？哦，你有微信吗？咱俩加个微信吧。手机给我，我输我的号码。有微信比较方便联系。我突然想起来手机没电了，要不我把我的微信号输给你。那我就先回去了。同学们好，坐下吧。现在开始点名啊。张子涵到，杨君瑶到，洛枳到。你这名字挺有意思啊，那你知道自己的名字的出处吗？我爸跟我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你是淮北的小洛枳，对吧？我曾想过很多次，如果我们在一起了，我就让他看这2句诗。我也想过很多次，如果他发微信给我，第1句话会说什么。无论如何，这2个愿望，今天总算有一个成真了。我还是这招啊！怎么了？这一套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喜欢是喜欢，但是他既然说隔壁今年肯定会跟我分手，我不信。天天捧着牌算的人是你，现在哭着说不信的人还是你。喜欢一个人，随着他起起伏伏的心情，你又不懂。我当然懂。我追逐那个人的背影15年，前2天我才终于跟他说上话。15年？你喜欢盛淮南已经15年了？哎，那你们2个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你们都聊什么？你快跟我说一下。我们也就算正式认识了吧。哦，真的？哦，太好了，恭喜你啊！我都有点激动。老尚，
和你一块儿喝咖啡那美女，是不是就是振华高中女学霸洛芷啊？都一块儿喝咖啡了，还说不认识人家？哼！喂，说话呀！什么情况？前所未见啊！你小子也算是身经百战了，什么美女，什么情书没有看过啊？怎么一说到她你就这个反应啊？啊！你少来啊！洛芷呢，她跟我高中同校，文科班的。不过我对她没什么印象。但是很奇怪，跟她聊天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小时候我遇见的小女孩。不过我已经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只记得她帮我拦下过欺负我的大孩子。小时候，你这初恋也太早了吧？哪算什么初恋呀？就是一些很单纯、很美好的小回忆。不过我现在也会不自觉地想，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长什么样子？想不到你还有这么纯情的一面。后来呢？你找到她了吗？所谓浪漫，就是没有后来吧。哎，回来了。啊。不是，你干嘛？怎么了？老生啊，你一定要拯救老四的幸福。啥？你生病了？是这样的，老四上大二，好不容易交了一个女朋友，作为大哥的也求求你帮帮老四。他说了，只要你出手，他愿意一辈子给你打下手。你这钱有点味儿啊，兄弟。虽然钱不多啊，但也是老四的一片心意，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老生，拜托你了。不是，有什么事你们直接说，直接说就行。哎，这次我也没招帮老四了。他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这样求你。你们说的不会是那个事儿吧？我来解释一下，老四有个女朋友叫小森，小森希望，小森呢听老四说我们宿舍可以免费维修手机，而且加些附件呢还变成新的手机，还可以升级。所以呢，小森希望下个月他生日可以收到一部新的手机作为生日礼物。可是这个时候，老四没有钱。以上报告完毕。这就是小森寄给老四他挑的课，剩下的事情，老生拜托了。其实也不是我不想帮，你知不知道？其实每一款手机都是顶尖的设计师花了好几年设计出来的，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我知道啊，我这外行都觉得难，更别说你还是要实际操作的人了。那也没办法了，挑一台拿回去翻新，然后让他送给女朋友当礼物。要是他还不满意的话，我也没办法。老板，哎，这个好，500块，行。虽然兄弟之间的确应该互帮互助的，但是你要是觉得实在有压力，你完全可以不这么干。之前都是些小维修、小毛病，我觉得这有点太过分了。我看老四身上那件 T 恤，从开学穿到现在，不知道是一直没洗，还是有很多件。要是这次他拿不出礼物送女朋友，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佩服你。严格来说，
好像是你给我找这么多麻烦的。谁叫你才华横溢呢？我看到人就忍不住想要推销你啊！哥，我有打工，我最近很好，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最近的翻译都快接完了，对，钱已经快要。洛洛，辉哥，我先上课了，不跟你说了。下课一起喝咖啡吧。上次跟你聊得不太过瘾，而且有一些法学课的问题要向你学习一下。好，那我要讹你一下，你请客。没问题。同学，我进去一下。啊，谢谢。好，咱们现在开始点名，没到的同学请举手。那看来都到了，咱们现在开始上课。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文渊，文学的文，渊博的渊。我这学期呢将担任这门课的任教老师。老张，帮我占座了吧。这不就是那咖啡美女吗？哎呦，我说你怎么突然想来上法导课了？哎啊不，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帮你找纸。擦一下。谢谢。啊，你不疼吗？这咖啡是烫的。没事儿，这个衣服厚。你要不还是去冲一下凉水吧。
万一起水泡的话，还得去趟医务室。这真不疼？你好像特别希望我喊疼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帮他解释一下。老盛呢，他有泼水情节，他初恋女友就是泼水认识的，所以他比较敏感。这个，浩面男，哎，你是不是想暗示我什么呀？你刚才也泼了我一身水，你想说我们也有缘分？没有，有吗？有吗？美女，今天心情不错嘛？见我反应这么激烈干嘛？当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你干嘛？百利药的，里面还有你的专属星座洋芋片，我记得是巨蟹座是吧？哎呀，你的笔记果然做的详细又精美啊，都能印刷当范本了。还有香味儿。百丽借给你的。啊，对了，你里面有几个错别字，我随手订正了。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有错别？你自己看嘛。在这儿。为了感谢你的笔记，刚刚我露了一手搭讪的最佳方式。洛枳，你智商高，情商低，这套 SOP 好好学起来，保证你将来无往不利。太没有新意了，你这简直比老旧的电视剧套路还要老旧，你还不如去参考一下莫里亚笔下的唐璜。你说谁的唐璜？唐璜。哎呀，给我脱了，脱了！见没有？你赶紧给我脱了啊！我脱了，帮我帮你脱，帮你脱。哎，再跑！你敢上去？你敢上？你给我下来！那你下来！下来！再打！再打！我跟你说啊，这衣服不能脱，这我跟小曾第一次约会穿衣服，不行，会分手的，你知道吗？你不脱，我今天跟你没完，你信不信？我赶紧让我脱你啊！哎，老向，赶紧帮忙把老四衣服脱了。好好的脱他衣服干嘛？什么好好的？就这小子最没有卫生观念了！你赶紧拿下来，这身衣服多少天了都没换，给我下来吧你！好，下来，好，来，走，我自己下手。哎呀，洗，好，行啊，洗，好，我知道。哎，老尚，你最讲理，快帮我说说他们。这个我帮不了你。许志然，妈。我听着，你今天要不跟我在那洗漱间里去把这一身给我洗干净了，我就把小森来厦门的票给退了。退啊，你退啊！明儿退票。得嘞。哎，对，玩归玩，闹归闹，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我洗还不行吗？但是我好像没有洗漱用品。哦，是吗？这啥呀？一层灰了都。宿管阿姨要知道有你这号人物存在，一定把你扔进开水里面烫了，你信不信？去啦！洗，你等我啊！洗还不行吗？哎，不行，我还是得去监督一下。我女朋友啊最爱干净了，我要这样带着老四去跟他们见面，肯定转身就走了。去啊！对了，老向，上次翻新手机的事情够意思啊，这次也把时间腾出来。哎，老四，等我。不是，他让我腾什么时间啊？简单来说呢，就上回你帮小森翻新的那个手机，小森收到了，并且非常开心。于是呢，老四就订了机票让他过来啊，大早也要来，人家点名要见你这位大功臣呐。那让我当电灯泡也不太好吧？哎，手机是你翻新的，对不对？人家要当面道谢也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你要给个面子去一下嘛。
那你去吗？我就不重要了吧？我一直都不重要啊。我这个人呢，当电灯泡啊，这个亮度都不够啊，我就……那你不是把我卖了吗？我这哪算把你卖了呢？不算。上次法导课我那么尴尬，也没得你帮我呀，对吧？这哪能算把你卖了呢？那明明是你泼了人家一身咖啡，对吧？那说你2句不就扯平了吗？你还往心里去。你说你这么在意的话，你为什么不去追她呢？他不是你高中同学吗？你还和他喝咖啡呢，应该你去追吧？你不是喜欢他吗？啊，你不喜欢他吗？我现在呢没有心思谈恋爱。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那个叫什么洛枳的话，你就追他，我挺你。干嘛呢？我就想知道，你这个底子，还每天护肤用大宝，想多看看你，看能不能分到一些你的帅气，可以吗？你要是想用啊，你直接跟我说，用吗？谢谢兄弟，太仗义了。上次被烫伤的地方怎么样？我没事了，谢谢关心。先走了，拜拜。洛枳小姐姐，我可以请你吃冰淇淋吗？就当做是上次那个事情的道歉。我一会儿有事儿，就不陪你们了。啊，走了。哎，先走了。好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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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明瑞。上次咖啡那个事情，觉得很不好意思，想跟你道个歉，然后也想认识你一下。如果是为了被弄脏的衣服，我并不介意；如果是为了泼水的缘分的话，那就更不必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点也不想把老盛的恋爱经历复制在我身上。况且，他和他那女朋友也分手了嘛。同样的套路不吉利，我想我们还是散了吧。你喜欢老盛吗？你肯定也喜欢盛淮南。也，张明瑞，你是不是以前喜欢某个女孩，可是她却喜欢盛淮南？当我什么都没说，走，请我吃冰淇淋去。好啊，好啊，走，走。吃这个。张明瑞，啊，太懂事了。哎，吃什么？我帮你点。我都可以。都可以。欢迎光临。 2杯暴风雪。好的。 x 等于 a 是 f(x) 的最大极点，写法。
哦，对呀，瞧我这脑袋，老乡有你真好。哎，你帮我瞧瞧，3.4.5优先级。暴风雪来了。为什么要选择法生呢？你们那个科系不是选修数学双学位更多吗？我们压根儿也就不想修双学位，重要的是 CPA 和 GRE。只不过那天老生路过那个宣传海报，他说想体验一下文科生的生活，就拉着我选了那个。文科生的生活？反正如果中途想放弃的话，可以把修来的学分直接转成选修课，也不亏。这样。其实你刚刚说对了，我喜欢的女生的确喜欢老生。你不必告诉我的。但你别误会，那天在小超市门口，那女生向老生告白的时候，老生他拒绝了。你先把我衣服放开。你答应我，我就放。你应该知道，张明瑞才是喜欢你的人。就因为你好哥们儿喜欢我，你就不能喜欢我吗？算是那女生自作多情了吧？张明瑞，我真的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人。你没有因此迁怒盛淮南，还继续跟他做朋友，这真的挺难得的。我也不是什么圣人，这事儿也怪不了老盛啊。反倒我还挺痛快的，老生拒绝了他，证明我还有机会。都说暗恋的人特别傻，可是你的傻里面还保持着率真，不会因为挂了面子而跟朋友翻脸，让那个女生下不来台。你真的是明事理，真的很大度。没有那么好啊。不愧是老盛啊，居然把我1个星期的作业全给解决了。下回哥请你吃夜宵。老实跟你说，老盛跟叶展云分手那会儿啊，差点被我们宿舍几个哥们给围殴了。知道为什么吗？叶展云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吧？虽然作是作了点，娇也娇了点，还老爱说分手，但是呢，我觉得微信说分手还是太草率了。感情是2个人的事情，旁人也不好说什么吧。啊，是啊，我也可以理解老盛。老盛他之前跟我说过，叶展言呢就很像是把他当做名牌包包一样去收集。老盛说之前他给他买过很多可乐，叶展言呢就把那个瓶盖用网兜给收起来，然后给大家炫耀，说这是老盛买给他的，你知道吗？然后老盛给他发的微信跟短信什么，他也公开的全部念出来，这不就是在炫耀吗？你说的这些，我都有听过。还有啊，老盛约他出去吃饭什么的，叶展言也会叫上一票人，说是为了热闹，其实不就是为了秀恩爱吗？我觉得吧，爱情这东西还是很私密的，又不是明星，干嘛非给所有人看啊？秀恩爱死得快啊，对吧？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是吧？
我跟你说老盛这么多事儿，其实我就是想说，从哥们儿的角度来看，你们俩其实挺配的，你别介意啊。和你聊天很开心。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们女生都喜欢老盛什么特点？我想学一学，参考一下。好。不，他这个是。当着他的面约我出来，却又一个劲的说我跟他很配。现在他又发信息来祝福，绕得我头都晕。我不了解你们男孩子的心思，但是不要拿我寻开心。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洛枳，不是这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呀。Completely overlook, ignore. He completely ignored my existence. However long the night, the dawn will break. 我觉得吧，爱情这东西还是很私密的，又不是明星，干嘛非给所有人看啊？秀恩爱死得快啊，对吧？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是吗？我跟你说老盛这么多事儿，其实我就是想说，从哥们儿的角度来看，你们俩其实挺配的，你别介意啊。和你聊天很开心。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们女生都喜欢老盛什么特点？我想学一学，参考一下。好。不，他这个是。当着他的面约我出来，却又一个劲的说我跟他很配。现在他又发信息来祝福，绕得我头都晕。我不了解你们男孩子的心思，但是不要拿我寻开心。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洛枳，不是这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呀。吓死我了！完了，大姑又吃到了。大哥，你小点声啊！我正跟人连线交换作业情报呢。哎，百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看到你啊？百丽，怎么了？考试考砸了，还是作业交不出啊？别哭了，这些问题待会儿都可以问洛枳啊。洛枳，我先。洛枳，你怎么也不开心了？是谁惹你了吗？我没事。待会儿我下夜班回来带宵夜给你吃。好，你也有份。走了。我都在这哭半个小时了，李明现在才发现。还有臭小小，
还窝在自己的壳里面不出来，大家都好冷血啊！哎呀，对不起嘛，我刚刚戴着耳机，根本不知道百丽你回来了呀。别说我冷血不理你啊，百丽，百丽，给你个糖吃。给。你别哭了啊，我去用功了。啊。一顿夜宵加一个棒棒糖，这样安慰我还差不多。怎么了？我前几天不是才刚给你烧过小零食吗？你今天又这样。跟你说，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死心了。隔壁这个烂人，居然瞒着我跟上回一块拍泳照的几个大一师妹一块去喝咖啡，全程在那里眉来眼去的，我气死了。所以我就冲进去把水泼在他的脸上，然后他就跟我翻脸了。这种渣男，你还是早一点分手。你说的对，你给我当见证人啊！这一次绝对不回头了。你要是真的有这种觉悟啊，倒是挺好的。你是不是跟洛枳不太顺利啊？你第一次出去，你再接再厉，顺利，特别顺利，而且说得了你。不是，什么意思呀？不是你主动约他出去的吗？怎么又扯到我了呀？那你要不先跟我解释一下，你给我发的信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以前喜欢许日清，许日清喜欢你，所以你要补我一个女朋友，把洛枳推给我，是这意思吗？不，我就刚想到，所以发了个信息。你这么大反应干嘛？刚想到，我们宿舍几个谁追女朋友你这么热心过呀？你就是对洛枳有意思，吃冰淇淋你也想一块儿，你要装作大度走开了，是这意思吗？我对他就是那种好奇，因为高中我们同学，然后不认识，现在我想兴许认识了，大家还能做个朋友什么的。你要说我喜欢他，这个我不承认啊，这不是事实。盛淮南，你这种不明不白的态度，你还想祸害多少人啊？你真当我缺心眼儿啊？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让任何人受伤。从小我在机关大院长大，每天来拍马屁送礼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什么嘴脸我最清楚。那些冲着我来的人，有的是冲着我的家庭背景，有的是冲着我的履历，有几个人是真冲着我这个人来的呀？说白了，场面话我听多了，真心话我听不到半句。可能我说了你要怼我，但其实我对女孩的好感很敏锐，我只不过不想被盲目崇拜而已。他们把我就看作像一个名牌包一样，仔细检查我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节，就差贴一个价格标签就可以买回去了。你说我舒服吗？我知道，我懂你这意思，但是我需要你向我坦白，你对洛枳是不是动心了？你真的接错套路了，我对他没意思。再说了，我现在没有心思谈恋爱，可能以后都不找女朋友。这事儿谁说的准啊？还不找女朋友？说句矫情的话，我也想看到你得到幸福，我也不想再因为女生的事情吵架了。你答应我，如果你转念了，如果你对他动心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不准瞒着我，好吧？行，我保证，以后呢，我会对自己的感情更诚实，而且不会瞒着你，行了吗？可惜，你给我发短信的时候，洛枳也在旁边，他看到了，并且表现得非常的不愉快，所以麻烦您见到他之后，当面跟他解释清楚，别让人家心里难受，好吗？你说，要是单纯的暗恋倒还好，
可以自己幻想很多情节，就算是圈地自萌，倒也开心啊。不像是现在这样，只会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心情就七上八下。啊，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精神分裂了。恭喜你呀，美少女！恭喜你进入恋爱第2关。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通常呢，在这一关会卡关很久。没关系，多久都没关系，反正我有背不完的单词。今天一样，144个。哎，我去，洛枳，看来你的正传一点也不比我轻啊！原来学霸要痴情起来，还是蛮吓人的。一句喜欢，然后换我把情话说完。酸涩与糖分凝结的爱，在心坎，充满梦想的评判，这次一定要加倍温暖。还有好多清单要我们调成浪漫。你到底还要跟我多久？百丽喜欢吃这种夹巧克力酱的酸饼干，她人在宿舍吧？你这么肯定？哦，每次我打开这个吃的时候，她都会凑过来说好吃。不是百丽喜欢吃，是她每次都想迎合你，你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她喜欢吃。美女，你还没回来，我百丽到底在不在宿舍呢？在睡觉。怪不得我给她打电话，她都不接。哎，那你帮我把花捎给她呗。哎，你，美女，哎，美女，你就行行好，帮我跟百丽说一声，别再生我的气了。先放手。百丽说她不收，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像傻子一样要买花送给她，她要再不领情，我可不干了。你知道吗？每次当你招惹那些女孩之后，百丽回寝室都哭得死去活来，可你现在却在这里告诉我，你送个花给她就已经是你自尊的底线了。我巴不得你别再折磨她。你这是干嘛呢？花是我买给百丽的，你凭什么替她扔了？要扔也还自己动手好吗？百丽对花粉过敏，你身为她男朋友，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也是，毕竟连送花也是第一次嘛。对交往1年多女友的喜好一无所知，你这个男朋友当的也够称职，还好意思说自己对恋爱很在行。谁呀？隔壁。你们认识啊？真巧，刚好过来买个东西，遇到百丽的室友，随便聊了几句。那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我是不是打扰到你谈事儿了？没有。
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这个给你。谢谢。我先去图书馆。我们刚才应该不是偶遇吧？坦白说，你应该不只是单纯路过替我赶走苍蝇，报答我上次替你解围。怎么看出来？你手上拿着篮球，却没有出汗。要是真的打球的话，应该早就打完了。没带书包，看着不像是要来借书，却还是跟着我来到了图书馆。果然是推理的脑子，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这个人看着很冷静，话不多，不过不会隐藏自己的想法，也能看到别人的想法，这点我很佩服。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能够震撼人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还有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不想违背自己，附和别人。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那么这个世界会简单很多。你是想说，我这根软硬都不吃，很死板是吧？你懂推理，应该喜欢看推理小说吧？这本我看过了，我在找我最欣赏的新锐作家，这本炎夏帕斯可。居然用帕斯可当书名。帕斯可是种甲虫，特别梦幻稀有。昆虫学家呢，把它称作为谜一样不存在的甲虫。莫丹喜欢用生物当书名，他的新书快要出版了，不过不是他擅长的推理小说，而是讲述信天翁的爱情故事。有时间你可以看一看。从帕斯可写到信天翁，学生物的人都知道，信天翁是鸟类里面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鸟，即使相隔数千里，它们也会飞越过去，找到心中认定的另一半。不愧是描写爱情的好题材。我非常期待这本书。波德莱尔曾经把诗人比喻为信天翁，诗人恰似天云间的王君，他出入风波间又笑傲弓弩手，一旦坠入尘世，笑骂尽由人。他巨大的翼翅妨碍他行走。信天翁原本是飞翔在海边上的海鸟，但诗里却没有写它展翅高飞时的骄傲样子，反而写了它被捕捉在甲板上的狼狈样，很讽刺吧？纵有青天志，知音难觅得，找不到能够比翼而飞的人，却还要孤独地在揶揄嘲讽的人群中行走，挺让人心疼的。你好像把信天翁想得太过诗意了，
你知不知道这个空中巨物还有个名字叫大笨鸟？大笨鸟。跟你聊天很愉快，而且还能学到许多涉猎不到的文学常识。你这是赞美，还是揶揄？想想挺有意思的。我们高中同校，却没有一起出去过。明瑞就跟你修了2堂课，你们就成为了朋友，还一起去吃了冰淇淋，挺有意思的。还是看缘分吧，毕竟高中那会儿，我们也不认识。你好像很在意高中的时候我不认识你。我怎么会在意呢？那我们现在一起借了书，又有相同的喜欢的小说家，算是朋友了吗？我觉得是不是朋友还是要看相处。百丽还在宿舍等我，我先走了。罗芷，小点声，别让他听见你的心跳声。淮南百科告诉你，信天翁呢也被称为海上的滑翔机，但是由于它腿太短了，又有一双长长的翅膀，所以导致呢它在陆地上行动时非常不便，所以才有了大笨鸟的称号。就算它被称为大笨鸟，可我还是喜欢它，因为缺点让它更真实，也把它的孤独衬托得更加可爱。那你应该也会喜欢帕斯可甲虫才对，我发你图片了，你看一下。要不是你跟我说过它是梦幻甲虫，我可能以为它跟普通甲虫没有什么区别。你可千万别小看它，它除了非常稀有之外呢，对爱情的专一程度也绝对不输给信天翁，也非常适合拿来写爱情小说。还有比信天翁更专情的生物啊！帕斯可甲虫呢，它要经过300万年才能完成独立一只的演化。一旦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或者有人为的干扰，它甚至可以选择策略性的退化，不交配、不产卵的死去，可以说是非常有爱情洁癖的昆虫了。没想到，鸟类还有昆虫对于爱情的态度，竟然比人类还要坚定。不过我想，动物界应该还是会有渣男的吧？有啊，比如说鸳鸯吧。只有在交配期间呢，公鸳才会守着母秧，一旦产卵以后呢，雄鸟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雄性鸳鸯对爱情的态度，和信天翁一辈子只守护一个伴侣的爱情态度，简直如云泥之别。都怪唐朝诗人卢照邻写的那首《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放过古人吧，现在呢，科学研究技术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进步呢。而且学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公鸳呢，他是鸟类中有名的花花公子，还是家暴男，所以下次有朋友结婚的时候，千万别再祝他鸳鸯成双了。谢谢，谢谢你的补充。那现在我也要追加一条有人错误观察生活的例子。苏武写给李陵的：昔为鸳宜央，今为参议商。
用鸳鸯比作兄弟间的情谊，所以我祝福你和张明瑞鸳鸯成双。都怪你啊！下次我看到张明瑞，我就会想到鸳鸯成双就让我炸毛的成语。我回来啦！你怎么才回来呀？你给我买橘子汽水了吗？没有，你又没有让我。你大白天敷脸干什么呀？怪吓人。我跟你说，女人呢要时刻保持自己在最佳状态，万一一会儿就派上用场了呢？好了，时间到，又是倾国倾城的江百丽。你倒真是一点都不浪费啊！那当然不能浪费了，这个面膜呢就得把它敷干了才算划算。隔壁送我的是什么花？百合跟玫瑰。玫瑰啊？那什么颜色的玫瑰啊？红的、黄的还是白的？不重要吧，我都丢了。当然重要了。如果是红色的玫瑰呢，就代表火热的爱恋；如果是黄色的玫瑰呢，就代表纯洁的友谊。啊，这个送朋友是蛮好的，但是如果是送恋人的话呢，就代表消逝的爱。如果是白色的玫瑰呢，白色的玫瑰就代表纯洁的爱。这隔壁要是不懂花语的话，不能乱买，会触了眉头的。粉红色。粉红色。那就代表他对我爱的宣誓，还有代表他喜欢我灿烂的笑容。那隔壁把花给了你之后，他说啥了？你问了半天，其实就是想知道隔壁都问了些什么吧？没有。我主要是担心呢，万一隔壁要是约了我去吃饭，然后你忘了告诉我，有吗？有吧？百丽呀，你是不是准备要跟那个连你对花粉过敏都不知道的渣男一起吃饭，你才敷脸的？啊？哎呀，不是，主要是吧，隔壁花心。我心里是不痛快，但是他竟然会买花送我，哎，这可是第一次。我其实还是蛮开心的，但是我又不能这么快就原谅他，所以我才第一时间傲娇叫你把花丢了。花真丢了？当然丢了，难不成我还带回来让你过敏打喷嚏？丢得好，丢得妙。其实本来我呢也是想多冷落隔壁几天，我要让隔壁知道我江百丽也是有脾气的。好。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送我花呢，你说我到底在傲娇个什么呀？这样一来，隔壁肯定不会再送啊。百丽，百丽，哎呀，百丽，怎么了？楼下有你的快递。
快递？是一束花，估计是某个暗恋你的帅哥送的吧。哎，反正隔壁寝已经有好几个人想要瓜分了，你要是再不下去拿的话，恐怕那花就尸骨无存了啊。是隔壁。隔壁，来。乐之，我找不到口罩，那个你要不陪我下去，你帮我拿一下花。好吧。哎呀，我知道你肯定是舍不得我过敏，对不对？但是既然隔壁又再买了一次，那花还挺贵的，你别浪费钱啊。我们就把花摆在宿舍里，我们让大家来观看。我绝对不靠近，我就看，行吗？走。哎，大哥，我就是张海丽，那个花给我了。那你拍照一下吧。哎，好。来，张老师帮我拿花。好，谢谢。喏。这花是多肉哎！你知道怎么想告诉我多肉的是多肉，我就不会过敏了呀？是啊，而且他还特别处理过，你绝对不会打喷嚏的。真是太高兴了！我怎么都不能想到隔壁1天之内会送我2次花哎！乐子，你别嚷我要去跑车。哎，你慢一点，你别摔着。小丽，隔壁。你跟我一块过去吧。你们不是吵架了吗？可是他都已经送我花了，就算是已经道歉了。而且隔壁最近感冒才刚好，求你了，你就陪我过去吧，不然会很尴尬的。啊，好吧。你怎么吃这么少啊？这么说也减肥，那时候可不好看。隔壁说的对，你再吃个我这个吧，你这有肉。你今天没点鸭脖子？你看那排队的人很少。是哦，那我去买鸭脖啦。你要喝可乐吗？听说你前阵日子也感冒了。现在好点了。其实你真的挺差劲的。咱俩没仇吧？这才第4次见面，干嘛老拿话呲我啊？我们是没仇，但是也没交情。你应该把时间省出来，多关心关心女朋友。我没听百丽说你是她闺蜜啊，倒是挺护着她的。百丽把时间跟感情放在你身上，真的是太不值了。你说什么？洛枳，我的好洛枳。隔壁人你生气了？没事。你别生气了嘛，
我帮戈壁给你道歉。你帮他的已经够多的了，他生病了你给他买药，他好了就到处对别的女孩放电。哎呀，这也是我自己贱了，被他吃得死死的。以前我跟戈壁吵架哭哭啼啼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为我着想，也从来没有人提醒我应该收敛。大家都是说，人戈壁愿意收留你江百丽当女朋友，你睡着了都该笑醒了。只有你不一样，罗芷，你是真心为我着想，也是真心拿我当闺蜜。所以我不想看见我唯一的闺蜜跟男朋友不和睦。行了行了，快回去陪你的公子吃饭吧，傻的。哎，那你不生气啦？啊，罗芷不生气啦。哎，你看，那个就是那个计算机系的那个奇葩，大冬天穿短袖短裤做热身操那个怪人郑文瑞。他好像是跟我一届政华毕业的，但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说他的脾气特别火爆，跟谁都处不来，各种怪。哎，他好像在看你。他好像盯着你过来了，他是来找你的吧？他在看你吧？等等，你还没吃饭吧？我是来找你吃饭的。洛芷，政华文科学吧，兴趣不多，朋友不多，课外活动没有，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完全天然无公害。你对我的评价还挺切中要害的。但这一切都是假象。今天你那个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行了，洛芷，你我都是聪明人，装傻没有意思。前2天，你跟盛淮南去喝咖啡了吧？许日新告白，你是不是就帮他解围了？我告诉你，洛芷，有关盛淮南的所有，他的一切，他的所有，我郑文瑞都非常的了解，包括你洛芷暗恋他这件事，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当你暗恋的人也是其他人的暗恋对象时，很微妙的，你就自动拥有了许多情敌。我习惯追逐眼前的光，努力学习，希望能跟盛淮南并肩同行，却忽略了还有跟我有着同样心思的人。盛淮南，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我喜欢你。谢谢你啊，但我对你没有那方面想法。那你为什么在学生交流会的时候帮我解围呢？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所有关于你的一切，好的不好的，我都喜欢，我都爱。郑文瑞，我在最后告诉你一次，我真的没有要跟你交往的打算。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配不上盛淮南，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我们都一样，都是不被爱的人。不过你比我彪悍，比我勇敢。洛芷，你跟叶展言是同班同学吗？是。关系好吗？不熟。最近有联系吗？没有。骗。坐。你要去哪儿？盛淮南他那么优秀，他那么好，你不喜欢他？他好，我就应该喜欢。你没有必要骗我。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今天就应该留在30行，看你和戈壁的复合大戏，也好过在这里受人拷问。我们赶紧回去吧。哎，我忘带钥匙了。
小心！来，抬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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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醒醒啊！醒醒！张瑞，这你可以自己上楼吗？我不会让这两年得逞的，他们谁都不会得逞。我知道他们愿但是一辈子都不会喜欢我，但是没关系，我喜欢他。你们谁都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好，你了解。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先上去好好睡一觉。我们给他抬回去，你们俩再下来。1、2、3，走！哎呀，我中了啊！这温人宿舍住几楼啊？他跟许日清一个宿舍。哎呀，我的妈呀，3楼！你看看这个楼梯，我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了。那时候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的朋友界限。我怀着忐忑不安却又狂喜躁动的心情，一点点地慢慢靠近他，却浑然不知，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有人正酝酿着破坏我苦心经营的一切。Tiffany， 哎 ，Jack 呢？哥哥和妈妈吵架不肯出来。洛枳来啦？嗯，先进来吧。好。洛枳，来，谢谢。这2天，Jack 跟我有点闹情绪。明天你能带他们去方特梦幻王国去玩一玩吗？啊，实在抱歉，这么临时给你提出要求，我也是，那个啊，你的工资我会双倍给你。没关系的，明天我没事儿，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去游乐园了。啊，那太好了，那明天8点钟
在你学校东门，我让司机陈叔去接你。还有，那个 Jack 最近老是跟妹妹吵架，你帮我劝一劝他。我会尽力的，您放心吧。谢谢你啊，乐之。喝饭。好。再近点。看一下。真不错，真不错，挺好，挺好。哎，老四呢？哎，走，找老四去。Tiffany、Jack， 你们俩先去找位子，我去给你们买吃的。嗯。我的汉堡不要辣椒，我不要洋葱。我知道了。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我带我弟弟妹妹过来玩。啊，我跟我宿舍哥们儿还有他们女朋友，都是异地恋，我给他们跑跑腿，当当地陪。嗨，你叫什么呀？找张明瑞吗？他没跟我们一起来。没有，那个带着小恶魔的跟你宿舍哥们说话的就是我弟弟。你一个人带弟弟妹妹，很辛苦。也没有，其实我是他们的家教老师。那你教什么呀？英语、数学、小提琴，讲故事、背唐诗，还有参观小女孩的4+1处时尚秀，还负责遛狗。行，那点单吧，我让你插个队。是。Jack， 不许挑食。不许挑食。真的，我想吃 ice cream。那你先乖乖吃饭，吃完我就给你买。老郑啊，你是谁呀？洛枳啊，他是我们同校同学，学经济的，还是我振华的同学。振华的同学，那是不是也认识叶？哎，那活不开提问。我说啊，振华那么小，你们都不认识，反倒在这梦幻王国遇上了，你说这缘分是不是应该啊？对了，淮南，厦门这儿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呀？还是说你们平常放假都去哪儿玩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对呀。厦门好玩的地方，老四比我更清楚。接下来几天呢，你们可以到处去逛逛。为了好好招待你们，我跟老四是做足了功课。老四，你看啊，我跟老四查了很久。明天我们先去这个鼓浪屿，这儿的景色就1个字，美；3个字，美极了。后天再去植物园，感受一下亚热带植物风光。
这个景在北方很难见到。对，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去寒山明珠看夜景，然后我在附近也订了餐厅，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吃生日大餐庆祝，然后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特别难忘的回忆。那淮南也会来吧？生日就是要人多才热闹嘛。你帮我弄了手机，我还没谢谢你呢。都是寝室哥们儿，别客气啊。不过我有些作业没做完，可能去不了。不是你们叫上那个张明瑞，他对吃的都是来者不拒的啊。妈妈，还有吃 ice cream 啦。好，那我现在去给你买。徐真，我也想吃冰淇淋。我去。那我也要一只。别，那个我去给你们买，一人一只，你们把嫂子和弟妹陪好。还说老师够意思啊。我吃不下了。哎，是啊。一会儿下午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恐怕玩不到一起吧。我是说，就我一个人。我那儿1加4有点多余，你1拖2，我还可以帮你搭把手。可是你的室友都是成年人，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2个孩子太难伺候了。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玩，就是因为借口跟他妈妈吵架了，脾气特别别扭，我怕你受不了。没事啊，我喜欢小孩，而且今天游乐场这么多人，还是多双眼睛多把手比较妥当。谢谢，我还是先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吧。我要3只原味的。8只原味冰淇淋。不用。让我请客，就当是给我一个收买他们的机会了，这样下午就不得不带着我。那好吧，那我就趁机教育教育他们，什么叫做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谢谢。咱们现在呢来个比赛，谁先跑到那个熊二那，谁就赢了，然后赢了有奖励啊。3、2、1，快跑！还有最后。和他不期而遇，这一幕在我心里演练过不下千百次，只是没想到厦门这么多人，我却这样遇到了他。盛淮南呢？走了，跟刚才坐那儿的美女走了。啊，快吃吧，都化了。这都化成这样子了，怎么吃啊？那我再去买一只。哎，行，不吃了。哎，算了，我还是自己去买一个。哎，我陪你，拿着。真的？你说老郑是不是对刚才那美女有意思？绝对有意思。我有拍了他俩照片，我准备发给张明瑞，问问他认不认识。说不定对，你赶紧发。有我们不知道什么的八卦，看得不错。我们是不是太八卦了点啊？不会，关心兄弟嘛。对，关心兄弟。许日新同学，千万不要眨眼睛哦，因为接下来会有非常精彩的事情要发生。你看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但是只要我轻轻的转一圈，蒙在手上，再吹一口气儿嘛，就会有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千万不要眨眼睛，你看。
花儿。老盛特不靠谱，说好要当地陪，见到这美女竟然跟人跑了。明明自己喜欢人家，还让我去追，太过分了。来玩这个。这个你会玩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形状木马，这个好啊，这个大人也可以玩。幼稚，我要玩这个。过山车在哪儿？就是梦幻公园里边尖叫声最集中的地方。我不要，我会怕。胆小。蒂芙尼，好了，怎么能就这样跑掉呢？这里人这么多，要是走丢了可怎么办？老是想我，还说自己不是妈妈亲生的。好啦，我们不哭了啊！姐姐不是跟你说过，每一滴眼泪都是珍珠吗？啊，不哭了，不哭了，笑一个，看着我，笑一个。1、2、3，笑。哥哥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人，所以哥哥只能够自己跟自己玩。看到你还有个妹妹，其实我挺羡慕的。我又不是蒂芙尼的哥哥，我们的爸不一样。那既然这样，你就更应该要照顾妹妹，要对她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真正关心你的人，才是你的亲人。你想想看啊，蒂芙尼她有什么好的都想到你，又整天怕你会把她丢下，那你说，她是不是最关心你？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做到当哥哥的责任，不能让妹妹伤心难过，要像一个男人一样去保卫她？那说好了，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约定。蒂芙尼，对不起，我错了。原谅你了。刚投钱，谢谢。蒂芙尼，你跟我去玩旋转木马。Jack，你跟哥哥一块儿去玩过山车。我有个主意，不如我先去排过山车的队，然后有1个多小时，你们可以带他去玩玩别的项目，到了再来找我。大哥哥真聪明。那就麻烦你了。别客气，我去排队了，微信联系。走吧。
喂，你好，找哪位？张明瑞，有个女生来找你，我叫她在楼下等。马上来，马上来。日清，我来了。张明瑞，你想许日清啦？老生他出去了，他不在。不是，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华南跟我分手这些日子，没找对象吧？哼，老盛他很忙的，没有时间谈恋爱。果然，许日清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那你呢？淮南拒绝了许日清，如果你好好把握的话，应该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好了，你别问了。老盛他去梦幻王国了，还碰到了洛枳。你要想找他，你直接去找他吧。盛淮南跟洛枳，他们现在在一起？我骗你干嘛？你看照片。之前我跟淮南分手太草率了，不过我现在回来了，不会轻易放手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擦一擦，自己擦。过山车排到队了，你们过来吧。嗯，好的，那你等我一下，我们一会儿就过去。大哥已经排好队了，我们现在过去找他。耶，走，玩过山车去喽！怎么了？特地来找我啊？还一副丢了魂的样子。嗯？洛枳跟淮南在梦幻王国，听说玩得很高兴。我退学准备重考已经够憋屈的了，好不容易我来厦门散心画画，你能别给我添堵了吗？我跟淮南分手，我才憋屈呢。淮南的妈妈不喜欢我跟淮南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以为淮南会为了我跟家里闹腾，结果呢，我气了他几句，他就退了。所有人都以为我跟淮南是因为那杯热水才认识的。其实，在那之前，我早都留意他了。你记得振华的窗台吗？行政楼4楼，偶尔有人喜欢去散心的地方。有一天，我发现淮南喜欢在窗台上看风景。好浪漫。为什么？所谓浪漫，不就是没有后来吗？同学，请问你这……我要回教室。
从那以后，我也爱上了那个地方。渐渐的，我把那个窗台变成了专属于我们俩的地方。怎么是你啊？上次在这儿的也是你吗？啊，我是说，谢谢你给我推荐的《岁月童话》，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我每次只要解不出题，就会想来这儿透透气。什么题啊？我帮你看看。好。所以听起来，在这段关系里，你一直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既然如此，那你现在也主动一点，把淮南追回来。慢点儿。对了，你今天跟他说了什么呀？之前两个人还闹别扭呢，这会儿他都顾妹妹了。这是我跟他之间男人的秘密。哎，你知道吗？我今天入园的时候，就在那边那个正站杯的检票口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他就对我说，他说。小姐姐，你确定你要来玩正站杯吗？你要来玩的话，那我们这个正站杯可能就转不起来了。你这个个头确实玩起来费点劲，是吧？是啊。怎么了？啊，你应该渴了吧？我这儿有瓶水，你喝吗？长久盼望的梦就这么轻易成真，让人不知所措。暗恋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爱情关系，谁先被看穿心思，谁就彻底输了。但就算下一秒会坠入深渊，我也只想在这一秒朝他走去。罗芷。帮我放下包吧。啊。还有手机。那先放我包里。手探一下。
手抬一下。你会怕吗？检查一下。我被高高的抛向碧蓝的天空，我觉得自己真的飞了起来。这，好不好玩？有些事假装不在意，却在日记撑起一片蓝天。跟着你心里想接近，却怕世界怂恿这一场幻灭。那个夏天没来的答案，话还剩一半，怎么不说完？听说你尝试过勇敢，要多少乐观才无惧荒诞？谁不是一边闪躲一边等着揭穿？这爱的就狂澜，再来是一次不惧徒劳的挣扎，泪流边缘蓝，亲手释怀所有憔悴的童话。感情是相互的。淮南有淮南的骄傲，我有我的矜持。就算是我放不下身段先回头，他也不应该那么快就找新的对象才对吧？你错了，感情从来就是不公平的，爱情是，友情也是。我一直以为我跟洛枳在承受痛苦这点上是一样的。况且她还是那个人的妹妹，但洛枳根本不理我，他只跟那个人的女友亲近。同窗3年，他却对我这么冷淡。现在这样，你还觉得感情一定是互相的吗？你喜欢的那个人是洛枳的哥哥？我知道洛枳暗恋盛淮南以后，你绝对想不到我有多高兴。在想要却不可得这件事上，我以为我跟洛枳一定有很大的共鸣。结果呢，他却连聊个微信都不肯，跟他哥一个样。他瞧不起我，也别想我祝福他的爱情。谢谢。你吃一个就行了。这样的场景好像似曾相识。我幻想过无数个他可能会对我做出的温柔举动，却从来不曾想过，原来有一天，幻想的情节也会成真。那时候的我，
以为我们之间能再更进一步的靠近，却没想到他的温柔并没有停住太久，只是当时我还浑然不觉。小时候我经常出去疯玩，经常鞋带开了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小姑姑就会捏住我的鼻子笑我，然后帮我系鞋带。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看来你跟你小姑姑的感情很好。我看你跟他们感情不错，你每周要做多久家教？辛苦吗？每周陪他们2个学习和玩耍6个小时左右，每个小时的工资是150块。那不错哎。要不是我家里不让我做兼职，其实我也挺想打这份工的，而且还是跟这么可爱的孩子在一起。你的手机刚才震动了。啊。不要相信洛枳，他对你做的一切都是别有心机的靠近，他的假面具藏得比谁都深。别以为他做的事、说的话都跟你挺有默契，那是他处心积虑制造出来的假象。这件事，连跟洛枳很要好的丁水镜都知道。只有你被蒙在鼓里。不行，不可以。玩一会儿。你们俩今天答应我什么来着？啊？no。回家，来。上车。一起吗？这个时间很难打车的。申淮南，一起吗？走吧。南瓜汤、麻辣鸭脖子、糖醋排骨、水煮活鱼、爆炒土豆丝儿，你瞧瞧，这都是你爱吃的，赶紧趁热吃吧。点这么多，怎么不叫你那些学生会的干妹妹一块来吃啊？还生气呢？这回你冷落我的时间够久的了。吃。
果呀，你慢慢吃。我一哥们儿找我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哎，你这除了南瓜汤，其他都是咸的，人家还想再吃点甜的。这回甜了吧？不，人都看着呢。今天很开心，谢谢你帮我这么多。见外了，我也很喜欢那两个孩子。他们也很喜欢你。对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在公园里 Jack 都对你说什么了吧？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只是很别扭地告诉我，他妈妈嫌他不够有男子气概。但是他有点吞吞吐吐，不太方便说，可能还是因为刚认识我吧。这个孩子心里还挺有数的。那我先。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再跟你郑重道一次歉，你应该很反感吧？张明月都告诉我了，他说他对你很有好感，应该挺喜欢你的。他喜欢我，你道什么歉啊？也不是，就是那种好朋友之间的喜欢。他还说我乱做媒，你肯定会不开心。没事，我也挺高兴认识他的。那就好。但做媒的事情，还是算了吧。嗯，我先进去了。洛芷啊，我觉得我们好像能成为很好的朋友。是吗？和你聊天很开心，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女孩。我知道我很好。好到有资格被你牵手，却没好到让你一直牵住。只差0.6厘米，他就能看见我。你好，我是洛芷，你还记得我吗？小时候我们曾经见过。哎，那个洛芷回来了，也帮洛芷带一份吧。啊，其他两个舍友啊，哎呀，他们两个一般都不在。李明呢，他是个打工狂魔，小小吧，他要么就是赖在图书馆，要么呢就在网吧里面，基本上不上课是见不到他的。这个宿舍呀，唯二的两个人类，就只有我和洛芷。嗯，好，那就这样啦，拜拜。你怎么天还没黑就回来了？梦幻馆好玩吗？有什么新设施你跟我说说呗。没什么，也就是梦游了一天，
意外的遇见了想见的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很不真实的时光。只不过这个梦实在太美了，让人不想醒过来。你的意思是说，盛淮南也去了？不过我倒希望他没有去，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在他身边笑了一整天。我们坐过山车的时候，他还握了我的手。可是，一出游乐园，他就又变回了那个礼貌又客气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还跟我说，我们好像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啊？这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盛淮南牵了你的手，然后又跟你说，你们做好朋友就行了？他这时候跟你玩暧昧吗？这也太渣了吧！但是，戈壁还有学生会的人对盛淮南评价还挺不错的，而且他大学的时候不是只跟叶展言交往过吗？也没有什么别的绯闻啊。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啊？他说，梦幻王国就像童话世界一样。是啊，我在那里和他不期而遇，就像是灰姑娘赴了一场意外的约定。等到午夜时分，华丽的马车又变回干瘪的南瓜，灰姑娘只能留下水晶鞋，仓皇地逃走。然后梦醒了，现实就回来了。哟，这谁呀？哎，今天换我，祝你凯旋归来。我听老大说，你跟洛枳在那边玩了一整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去了哪儿？告诉我。啊？别瞎说。瞎说！你给我扔球。再来一个。慢点儿，太快了，好吗？你冲着我来的？哎，不打了！我认输。你今天是打了鸡血还是吃了火药啊？啊？那跟你说个事儿啊，叶展言回来了，他跟我说，这次他不会再放弃你了，你会接受他吗？如果许日清今天突然跟你在一起了，然后没过2天又分手，他觉得无聊了又来找你复合，你会怎么想？我怎么想？我打你！你是只拒绝过他一个女孩吗？什么时候都要提到她？感情的事情就是一刀切嘛，要或者是不要，很清晰。你干嘛非弄得那么复杂？也许你脑子里呢，只有要或者不要2种选择，但我的感情又不是什么豆腐块，怎么可能切着四四方方的，还要摆在案板上让人参观？什么豆腐块啊！你既不告诉我你跟洛枳去哪玩，也不告诉我你对叶展言的态度，是谁告诉我以后对女孩的事情要对我坦白从宽的？是你吗？发球。我不陪你玩了，我去忙正事儿了。
走。洛阳，你教我画画吧，你一定要教我。我想重考艺术系的本科大学，我想尽情创作，但我之前一直没把握，下不了决心。这样，到时候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认识。我谁都不要，我就要你，你才是激发我灵感的那个人。你知道吗，洛阳？我在看到你的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灵魂好像被打开了，从来没有人那样画过我。我看见那颗灰色的泪珠，就好像是我的生命之泉一样。是你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是你创造了一个更有层次的我，是你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魅力。你的想法倒是蛮有趣的，至少说明你比看上去要成熟许多。不过，我已经决定好毕业以后的走向了，我会去学校教书，不会再继续创作。但是我答应你，我会介绍老师给你认识。所以，那个能触动你灵魂深处的人，不是我，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要重考了，是你让我勇敢决定的。我想证明给你看，我不是小孩。既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的人生就可以我自己做主。所以洛阳，你也不要放弃艺术这条路。你是不是太冲动了？你跟家里人商量过没有啊？你怎么能只是因为我，就做出这么莽撞的决定呢？洛阳，你喜欢我吗？你什么时候回答我都可以，但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我想要为了你，为了我自己追求的东西，即使跟全世界作对，我都不在乎，就是这样。要到了吗？你到哪儿了？你迟到了。哎，你说你毕业了之后要去高中教书，去哪儿教啊？振华高中。振华呀，我也是振华毕业的。我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还能被你教。那欢迎校友来旁听。哎，你既然不愿意教我画画，那你把你画我的那幅画送给我行吗？我帮你投去比赛，以我的直觉，肯定能拿到大奖。画送给你没有问题，但你不能随意替我做决定。我说错话了，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就是不明白，你明明也不是什么世俗人，还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埋没自己呢？让你多出去走一走，经历的不同事情多了，你就不会用一种表现去看你。啊，你是说我思想幼稚，说我小孩呗？我下个月就满20岁了，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了。谁都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但到最后才发现，不由自主才是人生常态。
落纸乖乖，落纸不哭。唉，其实隔壁从来没有说过爱我，我是知道的。他一直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生，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她跟我完全不一样，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她的皮肤很白，像雪一样白，头发也很长，像波浪一样，可漂亮了。她走路的时候啊，把头抬得高高的，脸上还有那种特别恣意的笑容。反正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只要他一回头，隔壁肯定会立刻奔向他。所以你看，就算隔壁对我做过那么多过分的事情，我都愿意包容他，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害怕失去他。没办法，谁让我喜欢他那么多年了呢？傻瓜。一个人旁观的戏中人，听惯掌声阵阵，对白如水温。两个人，一人一种认真，就算落水无痕，也入木三分。同学，特技耍的还不错呀，你该不会也会变魔术吧？惜我不懂情深，又责我太笨，这缘分谢谢藏在春雨里生根，默契的转过身，你仍是那个人。脚步放慢，等着时间把秘密烘干，待到影子被装进了棺，才呢喃。想你视野的空湾，原来早已被星光填满。我的聪明与你的勇敢短淡。充满梦想的评判，这次一定要
我先去打工了啊。百丽，你醒一醒，我需要你的加油。哎呀，姑奶奶，我这跟周公的气还没上完呢，你干嘛呀？你什么都别问，只要加油就好。加油，加油，加油！该不会是要去告白吧？告白？谁跟谁告白啊？没事，没事。蹉跎了这么多年的时光，我才终于跨越了我们之间那仅停留在成绩单上0.6厘米的距离。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昨天他为什么握我的手讨个说法。你怎么来了？盛淮南，我后悔了，我们重新交往吧。老盛的桃花真是一波接一波呀！洛枳，不是，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下来了？我找盛淮南。当然，我知道你找盛淮南，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电话一般都是找盛淮南的嘛。还有谁能这么早叫他出门？你就直说了吧。你反侦查能力真的很强，都可以去做警察了。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紧张。实话跟你说了吧，老盛早上被叶展元叫出去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他们去哪儿我不知道。哎，相聚就是缘分，不如这样吧，我请你吃早餐好不好？你在这等我一下，我换身衣服啊。你不要走啊，还让我回来。哎，你看这题啊，对，这题的问题呢是在这里啊，看，那反过来看这个，对，就这个这道题，看到了吧？谢谢教授。别客气。这道题不是这样算的。
看这失魂落魄的样子，肯定是没有吃饭饿着了吧？拿。怎么了吗？哦，没什么。啊。我今天上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想着看看要不要来这蹭几节课。你就应该跟我一块儿去食堂。你看那个队伍排得那么长，然后我们4大的学生呢，又个个那么早起，就为了去吃早餐，然后赶课，你一定会被这种精神所感动的。谢谢你的正能量。客气客气客气。老盛其实今天上午也没课的。叶展也跟他分手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被约出去，之前都不这样的，所以估计是有别的什么事儿，觉得。不关我的事情，我不想知道。水静，舒安南，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下课啦！三明治也没吃。那个，我们一块儿走吧。你先走吧。好。你记得吃啊？好。回见。淮南，淮南，我知道你昨天跟洛枳出去玩了一天，你别误会，是张明瑞告诉我的。我今天早上问你的问题，你不用马上回答我。那个时候，因为你妈不喜欢我，所以我们分手了。我知道你很为难，我也理解你，但是我心里永远都为你留了一个位置。不管是以恋人还是以朋友的身份，我都不希望你因为其他女孩的欺骗受到伤害，尤其是那种有心机套路的接近。盛淮南，你高中的时候对洛枳有印象吗？听说过这个人，知道他是文科学霸，没打过招呼。那洛枳对你呢？他说也是经常听别人提起我，应该也没多大印象。对啊，既然是连基本印象都没有的人，怎么会在你跟我一分手之后就突然对你积极起来？淮南，难道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那些你以为的巧遇，都是洛枳别有心机制造出来的假默契吗？他
他其实早就挖好了坑，观察你很久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分手那天你带我去认一个人，就是洛枳，对吧？嗯。少了点。淮南，你看，那就是传说中的洛枳。如果可以许愿的话，全4大所有的女生里，我最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那就奇怪了，你当初为什么对洛枳这么在意？这么聪明，结果今天咱们寝室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小，你活着吗？活着你吱一声啊！这么安静，安静的让人好忐忑。天哪！你在床铺里藏了这么多垃圾，你不会哪天招来一群蟑螂爬到我这边吗？肯定会啊！告诉你啊，小蟑螂顺着我的床爬向了你的床，从你的床呢爬上你的脚背，再爬上你的大腿。哎，逗你的，姐都用封口袋封着呢，卫生绝对有保障。看，有垃圾吗？我一起拿出去。洛枳、百丽，有垃圾吗？我一起拿出去。没有，谢谢。不用了，谢谢。好吧。哼。这是什么鬼啊？什么破心理测验？他居然说我命无桃花莫强求，一点都不准。现在就要把我跟隔壁的照片发到你的网站上，我恨得打你们的脸！哎，百丽，你不是会算什么塔罗牌、排星座命盘什么的吗？干嘛还相信别人的呀？那这个，爱情要经得起考验嘛，我也是多方征求不同的意见，是吧？可是老人家不是说过，命会越算越薄，爱情恐怕也差不多吧？洛枳，哎，百丽，我求你了，这东西太容易生蟑螂了，你千万别撒了，我最怕蟑螂了。零食毕竟是有毒的，你要不也算一个吧？你看你有没有桃花？你算一个嘛呢？我承认，高中的时候，我对洛枳的成绩排名一直在我前面，有些嫉妒。跟你分手的时候，心里不平衡，说了一些胡话。但不是我故意针对洛枳，而是我知道他的真面目。你看这个就知道了。给。那个叫做盛淮南的人，成了我每天学习最大的动力。就这样，追逐着他高大挺拔的背影，我深知自己不是盲目崇拜他的光彩，他确实值得成为我的目标。这个只是洛枳日记其中一小段，我高中那会儿无意看见的。那个时候没想太多，就觉得连洛枳这样的学霸也会有少女心炸裂的时候。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我觉得他套路太深了。对啊，2级不止这个，还有别的呢。哎，你看，不用了。
照片里面也杀人了。毕竟偷看别人日记也是不道德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振华的同学，不是吗？我用一下你的大宝精华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吸收特别好。这手机是死机了吗？啊！洛枳，百丽，哎，拜托你别嚷嚷了，我明天还有早班，只剩几个小时可以睡了，别吵行吗？你小点声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呀，宋淮南电话是哪个？我今天就要给他打电话，我倒是要看看他把我们的洛枳搞成这个样子，到底几个意思啊？不用了，我不想咄咄逼人。哎呦我的天哪！你不想咄咄逼人，你要逼死我呀！我问你，是谁今天一大早一定要我给他加油来着？你的气势呢？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理清楚对我的想法吧。毕竟现在前女友又杀回来了，估计正在逼他表态呢。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好了。啊，我的姑奶奶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时间？你听我的，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你现在不趁火打劫，你到时候等房子都烧光了，你就只有捡木炭的份儿了。我仰望了他15年，盛淮南这3个字，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早就跟耐心等待画上了等号。就算再多等一会儿，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我真的是服了你了。你吓死我了！干嘛？极客 APP 太有趣了，哎，里边有很多圈子，我发现了一个有趣但是无用的冷知识圈子。哎，听，一个集友发的一道题，我考考你们，如果答错了，坐10个俯卧撑，怎么样？来，猫头鹰有上中下3层眼睑，分别有什么功能？上眼睑眨眼睛，中眼睑睡觉。错，坐实了啊！我知道，中眼睑睡觉，上眼睑眨眼睛。也错。哎，老盛，你说说看。猫头鹰呢，上眼睑用于眨眼，中眼睑用于保护跟清洁眼球，下眼睑用于睡觉。这也行？正确啊！不愧是老盛。我们再来一题。说好了最后一道题了，别忘了。你们那天从梦幻国回来，他跟洛枳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洛枳，对啊，就是看起来跟老盛很般配。啊，他们聊开了，就先走了。但是老盛这么一走，可怜的老四就惨了。为什么？小森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一个劲儿的给老四发脾气。老四想去搂搂小森，还被骂咸猪手，狠狠的扇了一巴掌。你说他至于吗？我不过就想讨好他而已啊。你也太惨了吧！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唐文说老盛不在，玩起来没什么意思。哎，
立马就和小森打车走了，对吧？扎心了，老铁。啊，本来说要给小森过生日，昨天小森连生日蛋糕都没吃，这不今天鼓浪屿也没去成。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就是老盛不讲义气。到底是我女朋友还是你们女朋友啊？我在乎的只有兄弟，没有必要连兄弟女朋友都讨好吧？你说的没错，我们平时确实什么事儿都靠你，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们这一屋子的兄弟跟自家兄弟没什么两样。我们要是做了什么让你盛淮南生气闹心了，你就直说，至于发这么大火吗？就是啊，昨天小森还想给你买礼物，谢谢你帮张罗手机的事儿，看你没跟我们走，还特别难过的问我你是不是看不起他们啊？行了，你过分了，别说。老盛，两个人爱面子，玻璃心嘛，玻璃心这没有要的面子就碎了。都是兄弟，不开心干嘛呀？是不是啊？刚才心情不太好，说话有点冲了，你们别往心里去啊。你们继续。干嘛呀你们啊？不是住了1年多了，也没见他发这么大火，他走了。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他可能就想静静。想静静，老盛有女朋友了。这到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梗？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一3班的盛淮南。刚才王主任指示我呢，让我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去积极学习，获得更好的成绩。其实我觉得考试考高分就跟咱们玩的那个游戏《星际争霸》里的天梯排名是一样的。那么高手为什么每次都排在前面呢？因为他们都不仅仅只了解自己所操作的种族，对于其他2个种族，甚至是他们的战术，都有深入的了解，然后才会下苦心去刻意的练习，用来弥补自己的缺点。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对于咱们所学的学科，都要先彻底了解一遍，然后再做大量反复的练习，找对方法，用心学习，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刚才心情不太好，说话有点冲了，你们别往心里去啊。你们继续。干嘛呀你们啊？不是住了1年多了，也没见他发这么大火，他走了。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他可能就想静静。下回我在宿舍给你好好的来一次那个抽。师大除了你还会谁用3根筷子吃饭？原来他刚才在这吃饭，这么近，又错过了。Jack 和 Tiffany 的妈妈，谢谢你前天陪他们。孩子们很喜欢你，所以他问你愿不愿意一起来当孩子们的家教，费用双倍。
笑什么呀？看来学霸谈起恋爱来，跟我们这些凡人没有什么差别了。抽一张。哎呀，来嘛，不当好玩。抽吧。别看，给我。倒吊人。这张牌说明你正在承受流言蜚语，悬挂与谎言之间，十分痛苦。你很清楚这段恋情可能会无疾而终，但是你却不肯放手，只能默默承受，默默牺牲。欢迎大家来到由极客 APP 冠名的校园辩论赛。上极客 APP， 让你找到兴趣相投的自己人。本场辩论赛的辩题为：爱情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正方是京师大学，他们的观点为爱情是无私的；反方是思明大学，他们的观点为爱情是自私的。首先，让我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两支队伍。在你们左手边的是正方京师大学的4名队员，一辩张敏，二辩郭毅，三辩张小飞，结辩林雨娥。好，在你们右手边的是反方思明大学的4名队员，一辩张平，二辩李丽，三辩林辉，结辩盛淮南。好，下面我们将进入本次比赛的第1个环节——开篇立论，时间2分钟。爱情是无私的，因为爱情自萌芽开始，我们就将恋爱对象处于第一顺位进行思考。我们希望对方幸福快乐。爱情不单只是2个人画地自限的谈情说爱。暗恋算不算爱情的一种？那是人类特有的，对遥望心羡却不可得的对象，一种不由自主的心情，无法控制自己去思念对方，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变精进自己，成为能站在他身边的人。这些渴求与努力都隐藏在心中，不希望对方知道。我爱你，与你何干？这句话替所有暗恋者的不理性下了绝佳的注脚，让我们可以放任自己在幻想的爱情中躲藏，逃避面对怯懦的自己。我认为爱情是自私的。什么是自私呢？自私就是做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事情。爱情又不是做慈善，拉萨尔就说过，爱情是2个人的利己主义。那么为什么对方辩友把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呢？那我请问一下对方辩友，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愿意和别人大方地共享自己爱的人吗？我再请问在座的各位啊，为什么在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简单的认证条件里，要加上一系列类似于至死不渝、天长地久之类的条件，还要去制定类似于情人节啦、各种各样的纪念日这样专属于你跟我之间的节日？因此，我认为爱情是自私的。我们在一段爱情里的所作所为，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对方认同后感到开心的前提下才。虽然我们分手了，但你不准太快对别人动心，也不准有新的对象，我不允许，也会特别难过。你答应我？
盛淮南，我后悔了，我们重新交往吧。不要相信洛枳，他对你做的一切都是别有心机的靠近，他的假面具藏得比谁都深。别以为他做的事、说的话都跟你挺有默契。好，刚才这段自由辩论可谓是非常精彩。下面我们将进入本次比赛的第5个环节——总结陈词。谢谢评委，对方辩友还有现场观众，再次问候你。我们即将展开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对另一半有所要求。那这些要求的提出、限定跟选择，无非就是满足我们作为个体的欲望和需求。那么一旦这些需求不被满足，又或者我们感受到了这段感情要失去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行动。那这种行动会影响到对方的行为还有思想。那这种以爱为名，用各种无理取闹的要求去要求对方的时候，这不是自私是什么？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爱情包括我们听着淮南这话有点情绪啊，是不是战人这王一来对他有点影响？哎，我还指着咱4大能2连胜呢，别第一场丢了。师兄请，能哪胜？我们就拿那种暗恋最极端的那种单恋来说，无论他在爱情里的动机是什么，他都是在自己得利的前提下所产生的感情。那这种感情，它也是最自私、最自我。试想一下，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无私的对他付出，难道你就真的不要求他用感情作为回报吗？又或者他对你的付出根本就不屑一顾，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那么这种单方面的感情，还叫做爱情？把爱情用最不浪漫，但却最真实的方式来观察，爱情其实更像一种趋向性的本能，它驱使着人们走向自己所爱的人，彼此追逐靠近。出于私心，我们选择伴侣的时候，经常会选择要么让自己身心愉悦的，要么能显著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社会上出于商业的考虑，也经常将爱情包装成浪漫的元素。但是很抱歉，当你将爱情拆解剖析，你会发现，其实爱情的本质是自我的成全和满足，与他人无关。因此，我方认为爱情是自我的。谢谢。淮南今天论点特别细，不像他平时温柔敦厚的作风。是针对我来的，还是暗讽洛枳？哎，你可是盛淮南啊！啊，这思路给我差点道理。哎，淮南师弟，你那个陈词总结实在太犀利了，听的师哥我是心服口服啊！哎，知道，不过师弟，不是师哥扫你兴啊，这怎么刚开始听着还有点火气呢？结果好就行了。哎，还有决赛呢？决赛你准备好了吗？我说永乐师兄，你跟着紧张什么劲儿？淮南什么时候有输过？当然没问题。那这样吧，以后啊，淮南的迷妹呢，都是拜托戈壁师弟通通帮你打。哎，好啊！哎，淮南，这种事儿好像也只有我能帮你。你们就别瞎操心了，都是我来才让淮南失常的，你们别怪他。那肯定啊，都怪我们展颜师妹太美，所以才让我们淮南分了心，是吧？你们先聊啊，我学生会还有事，先走了。哎，我说展颜，下次你干脆做到对手能看到的其次，别在淮南面前瞎转悠啊！相信淮南能赢得更久。我也走了啊。嗯。有什么事儿吗？我今天特地来帮你加油，你陪我看场电影当回报吧。不必了吧，
我还得去找发导科教授。洛枳也上发导课吧？怎么了？那门课对你以后没有帮助，干脆不修了吧。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己的路我知道该怎么走。至于你，还是把心思放在课业上，管好你自己吧。谢谢提醒。刚说的是什么社会法治的基本特征？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完了！哎，未来的律师小姐姐，你一定要救我！老郑因为辩论赛请假，只能看我的笔记，但是我知道我写成这样，他肯定会杀了我的。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笔记借我抄一下？谢谢。等一下。你别着急啊，肯定在里边。我说了很喜欢孩子他们，不过抱歉，我最近很忙，学生会和辩论赛都有很多活动，帮我告诉他们妈妈，有时间我会经常跟他们一起玩的，不过不收钱。收钱很卑鄙吗？什么？你没事吧？是不是老师又跟你说什么了？你先跟我去，给我2分钟。我看你跟他们感情不错，你每周要做多久家教？辛苦。每周陪他们2个学习和玩耍6个小时左右，每个小时的工资是150。那不错哎。要不是我家里不让我做兼职，其实我也挺想打这份工的。我以为当时那样真诚地告诉他，他就不会误解。是我太天真了，钱有多重要，他怎么会知道？这么贵？洛枳，你要报名缅甸学生大使吧？这么大部头的书，你买回去看，不是更方便做笔记吗？在这么小的地方看，你不难受啊？这种工具书主要是知识信息性的，重点看一看就好了，没必要多花钱买。
妈，都这个点了，你怎么还不下班啊？哎呦，刚刚有个 VIP 客户，临时指定要好几份礼品，明天一大早还得送去他家。我这不赶工怎么来得及啊？你休息吧，我来。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好看，还是我们洛洛手巧。听说你们学校不是有那个什么缅甸学生大使的甄选，你要不要争取看看呀？趁这个机会出国看看，长点见识啊！我早就拿了报名表，我给你看啊。哦，对了，我刚才在书店的时候，我还看。哎，你还没吃饭吧？这底下小卖部还开着，快去买点东西吃。拿着。你说你刚刚在书店看到什么？没有，看见参考书。快去吧，这我来就行。嗯，那我先去了，赶紧去。洛芷，你看，这是盛淮南的书，之前看你在书店好像很想买，就跟他借来了。你看完记得给我啊。谁向往着自由和天空，却把心事留给树洞，做一个无人知晓的梦。我的世界你来了多久？一双手又莫名的空，你转身竟能带走一夏天的风，眼睛恢宏。有多少不可言说隐匿的虚妄，为你在心底翻涌无声的巨浪，明明很想要握紧你手掌，还一副骄傲的模样。我们的青春是否终究会散场？为什么快乐也同时伴随空荡？走，吃冰淇淋去。这次我要大份儿的。好，你说了算。我跟你说个事儿，能承受吗？能不能承受是我自己的事情，要是心灵鸡汤就免了，我不爱喝。老盛他高中的时候只是听过你的名字，他对你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你瞪我也要说，我死都要说。老盛一开始撮合我们俩的时候，我也以为他对你有意思，但是在我的逼问之下，他跟我说，他只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个跟他文理并列第一的学霸，没了。真的一点都没注意过，一点儿也没有。没有小说里那些虚构的浪漫。我知道，0.6厘米，成绩榜单上并列的2个名字，是我们之间最近，也是最遥远的距离。我高中时候所有的猜想，现在都一个个得到了无情的践踏。谢谢你。这事儿你就别谢了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背着我哭了。不过我相信你哭起来也一定很漂亮。
放心，我自我愈合能力很强的。不管怎么样，我道歉。先是为张明瑞喜欢我而道歉，现在又不知为何而道歉。你的道歉总是很诡异，这次又是为了什么？明瑞发信息跟我说，你看了我回的信息以后哭了，所以我和洛枳提了你高中对他没影响的事儿，他好像特别在意。我抱歉的是，高中时的我一直认为世界是围着自己打转，却忽略看到这么努力的你。难道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那些你以为的巧遇，都是洛枳别有心机制造出来的假默契吗？他其实早就挖好了坑，观察你很久了。还真有跟我心有灵犀的人。童年的相遇，是女孩在黯淡的成长过程中唯一得到的温暖慰藉。纵使女孩千百次想问他那句“还记得我吗”，却更害怕到头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你还记得你当年说过的话吗？还是对你来说是一句戏言？这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因为你，所以我学会了用3根筷子吃饭。因为你喜欢喝午后红茶，所以我从来都不喝其他的饮料。因为你喜欢在5点20分的时候打球，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的夕阳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刻。也是因为你，我才选择文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跟你并列在一起。我一直在等你记得当年说过的话，认出我。现在，我想和你的距离再近一点，可以吗？原来你跟那些女孩一样，都喜欢用这种小时候的套路来接近我。小时候说的话，能算数。
你吓死我了！我的大宝用完了，想借你的用一下，你至于吗？做梦啦？那你快给我说说，你梦什么？我梦见盛淮南吗？是梦见盛淮南了？我梦见他，然后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以前说过的话，然后呢？他还记得吗？都不记得。哎呀，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嘛？一个梦而已。而且呢，梦和现实是相反的，说不定这个梦呢，就是要告诉你，赶紧跟盛淮南告白，说清楚，趁早摆脱暗恋，就可以迎接美好的幸福。我也很想摆脱啊，可是开口需要勇气，不说或许会遗憾，但说了也许就会后悔。如果连暗恋他这唯一的选项都要被剥夺的话，那我宁愿继续等待。你这个死脑筋，真是的，说那么多又不做。哎，不过话说，你好不容易梦到盛淮南了，有没有？梦里能干嘛？哦，淮南，我刚才擦了大宝，我的脸软软的、弹弹的，好恶心，我不想跟你讲了。洛枳，你也来看淮南的比赛啊？我只是路过，我要去上课。你躲什么呀？来都来了，就进去支持一下呗。怎么着也是咱们振华的校友，不是吗？振华的校友，可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洛枳，我要谢谢你填补淮南无聊的空档，还陪他去游乐园玩。对了，你知道水晶又回振华重考吧？听说你哥也在振华教书。你怎么知道我哥在振华？你想说什么？我以为你听到老同学的事儿，多少会关心一下。都安排完了这些。还真有人敢坐在展颜身边啊！我看这气氛还挺对抗的啊。哎，这有点肃杀呀。哎，师哥，我倒是觉得，正因为有这种杀气，咱们学校才能2连霸。哎，学生会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又一次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师哥，功绩又添一笔呀！哎呀，张伟师弟啊，我发现你啊，不光眼力不错，还这个说话也很中听啊！啊，谢师哥夸奖，是吧，隔壁？各位观众，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请各位尽快落座。今天是南方大学联合辩论赛的总决赛，由附通大学和思明大学担任正反两方。一上来就照啊！现在，请双方哎，快点拍吧。好。本场比赛的辩题是善意的谎言。正方是附通大学，他们所持的立场为善意的谎言是诚信的一种。反方是思明大学，他们所持的立场为善意的谎言毫无诚信可言。洛枳，要是你会持哪一边的观点啊？
我觉得不管是诚信还是谎言，都是付出者和获取者的感受问题罢了。来看辩论，最重要的就是看双方的攻防，根属不同的逻辑论点。至于是非对错，那就是听者有心了。其实我挺好奇的，像你这样理性又客气的人，到底会为了什么事情说谎？你很优秀，也很有名气，大家都认识你。不过这么逆反的话，你应该早就听腻了吧？我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只不过不常遇见你。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彼此的名字，可是又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不过你真的很有名气，我经常在路上听别人说，如果那时候我就将我15年来的卑微仰望全都告诉你，你会相信吗？还是你会认定我漫长的暗恋是一场处心积虑安排的谎言？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来总结一下对方辩友的观点。对方辩友认为，虚假跟守旧代表幸福，而前进跟真相代表痛苦。那为什么我们千百年来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那个潘多拉盒子，去释放出威胁到我们生命的真相呢？那是因为追求真理、追求真相是我们生而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如果大家看过《黑客帝国》的话，想必会对里面红色药丸跟蓝色药丸的桥段记忆犹新。选择服下蓝色药丸，你就可以继续你的美梦，每天快乐无比。但是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个藏满阴谋跟谎言的兔子洞到底有多深。选择服下红色药丸，你就可以从被别人安排好的美梦里醒来，并试图找出真相。真相与谎言，善意与私心，就像这2颗药丸一样，你们会选择哪一颗呢？阻断对方知道真相的权利，以为让对方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是一种幸福，一种美好。这种出于主观的判断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为的就是逃避。逃避来自告诉对方真相之后，对方的责备和后果。对不起，对方辩手的观点我不认同。对方辩友刚才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善意的谎言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正是因为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知悉对方的一切，所以才会做出为对方谋求幸福和快乐的事情。这是一种牺牲、隐忍和成全。你这么说未免也太一厢情愿了吧？难道你的意思是，说谎者可以让被欺瞒者感到幸福，甚至不惜让他承担更大的痛苦？恰恰相反，事实上，被欺瞒者只要不知道谎言的存在，就可以在善意和美好中建构幸福的人生。而说谎者却要在游移摆荡中，日日煎熬，如履薄冰，承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难道这样就要被苛责吗？所以，这就像你自以为的，因为你暗恋我，所以你要选择对我说谎。你用初次相识的美好谎言去掩盖你暗中观察我多年的现实。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善意？还是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承担比我更多的痛苦？说到底，这场暗恋不过就是你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但是在你的这场暗恋里，我并没有感到半分的善意和一丁点美好，我感到的是被暗中观察的不悦和嘲弄。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善意，对不起，我接受。如果我的谎言让你感到不适，我道歉。但正如你所说，我对你说的谎，我刻意的接近，就算没有给你带来半点好处但也没有给你带来任何损失和危害，不是吗？
那么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继续你善意的谎言？是你觉得我的心智还不够成熟，不够强大，没办法去接受现实吗？盛淮南，你想让我怎么说出我的心里话？你想让我说，我隐忍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追上你，和你并肩同行？还是你想让我说，我拼了命成为更好、更优秀的自己，就是为了能够让你有一天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回过头看看我？我应该这样说吗？可是我的骄傲和自卑，让我没有办法坦然对你说出这些话。这样的心情，你又能了解吗？那个教授给我发微信说这场综上所述，我认为善意的谎言并不能从己方的善意出发，不要让教授而是应该由告知对方真相为前提下，以诚信出发。否则，即使再大的善意，也容易被谎言所掩盖，从而失去真理和真相。我还有点事情，我就先走了。法学院不是往这个方向。你还真以为教授要找我们啊？好，那我就是张教授带洛枳同学出来透透气。我在里边看到郑文瑞、叶展言半夹在中间，跟夹心饼干似的，我都替捏把汗。哎，搞不懂你们的事儿。多谢张教授出手相救。哎，客气。我请你吃点东西吧。不了，刚才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还想回去复习功课呢。先走啦。女学霸，这是分秒必争呢。